同样是走个面，人和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啊？苦尽甘来。前阵子韩红在首映礼上一句爷们娘们能不能给走个面，直接把自己推上了风口浪尖。有人说他人情绑架，有人骂他消费善心，连常年每月坚持捐慈善的粉丝都晒出了停捐截图。一部电影被这句话搅得口碑票房双双崩盘。可转头看看周星驰，他连一句请大家支持都没说过，全网观众反倒主动排着队表态，就算功夫女足拍得再烂，这张票我也买了，就当给星爷走个面。没人觉得这是绑架，没人抱怨这是情怀消费，所有人心里都清楚一件事，周星驰的电影看一部就真的少一部。64岁的人了，生日当天在剪辑室发了条10几秒的背影视频，脚边堆着半人高的剧本，轻描淡写一句努力赶7月10号，赶不上就17号，直接把暑期档的期待值拉到满格。少林足球过去25年，他带着功夫女足杀回来，没有铺天盖地的路演，没有轮番上阵的热搜，就凭周星驰3个字，话题阅读量一夜破亿。这份号召力从来不是靠嘴喊出来的。很多人不知道，香港演艺圈里第一个捐献骨髓的艺人就是周星驰。在刘德华演唱会上，周星驰作为嘉宾登场，接受捐献骨髓的孩子母亲亲自登台向周星驰表示了感谢。早年间，香港骨髓捐赠基金成立，他是第一批站出来的发起者，不光自己抽血留样，还匿名拿出巨额资金资助白血病患儿。那时候媒体追着问他是不是捐了骨髓，他摆摆手，不愿多谈，只说能帮到人就好。后来坊间传他满头白发是因为捐骨髓，他也从没出来澄清过一句是真是假，他不在乎，孩子能得救比什么都重要。类似的误会他背了半辈子。2008年，梁朝伟和刘嘉玲在不丹大婚，王菲、林青霞这些朋友随礼都是10几万起步，唯独作为发小的周星驰只包了8000港币的红包。这事儿传出来后，众人笑了他10几年，说他抠门，说他忘本，说他红了就不念旧情。骂声最凶的时候，连圈内人都跟着打趣，说周星驰眼里只有钱。可没人知道，就在同一年汶川地震发生后，他第一时间通过红十字会向灾区捐款，数额在香港艺人中排在最前列。也没人知道，那些年他悄悄在内地捐建了100多所希望小学，在西北山区建了30多间电影放映室。受助学校的老校长很多年都只知道有位姓周的先生一直在帮忙，直到后来才偶然得知，这个默默做事的人就是荧幕上那个笑料百出的周星驰。他捐的时候特意交代过，不要留名字，不要告诉孩子这是谁捐的。他说不想让孩子们有心理负担，能安安心心读书看电影比什么都强。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明星捐款名单刷遍全网，唯独不见周星驰的名字。那段时间骂他的声音又起来了，说他冷血，说他一毛不拔，说国难当头还装哑巴，他照样一句话都没解释。直到四川援鄂医疗队队长雷波在镜头前拿出一套正压呼吸防护系统，说这是周星驰托人从美国采购的顶级设备，是救命的礼物，人们才反应过来，他不是没做，只是做了从来不说。那批物资他捐给了武汉、四川、上海的好几家医院，每一套都是当时千金难求的顶配，联系采购、协调运输、打通渠道，全是他亲自跟进。唯独对外宣传这件事，他反复叮嘱合作方别提我了。这样的事儿他做了几十年，也被误会了几十年。圈里人说起周星驰，评价惊人的一致，不懂人情世故，是个异类。王晶说很难跟他做朋友。洪金宝拍功夫拍到中途愤然离场，放话这辈子不再合作。杜琪峰说拍电影可以，做朋友不行。冯小刚更直接，说当年自己帮周星驰站台宣传，轮到自己新片想请他撑场，只换来一句工作忙没时间。这人根本不懂人情往来，连跟他搭档了半辈子的吴孟达、罗家英都曾公开说过他难相处，脾气怪，越来越不好玩。他好像永远学不会娱乐圈那套推杯换盏的规矩，学不会场面话，学不会左右逢源。片场里他是出了名的死磕，一个镜头拍几十遍是常事儿，演员熬不住了他还要重来。所有人都觉得他苛刻不近人情，可很少有人想过，他把所有的温柔和耐心都留给了荧幕前的观众，留给了那些素不相识需要帮助的人。他不是不懂人情世故，他只是不想把人情做成生意。观众心里都有杆秤，有人站在台上鞠躬作揖，求着大家走个面，换来的是全网抵触；有人什么都不说，安安静静拍了几十年电影，默默做了几十年好事儿，观众反倒心甘情愿地走进影院，因为大家都明白这张电影票从来不是给谁面子。